Hello， 大家好，我是议员。各位也知道，近期即将要推出新的步兵统帅，包括孙武丕还有伊瓦尔这两个统帅，在我看来，他们的技能呢是很强力的统帅。那我就看到有其他玩家做了一个影片，讲关于江汉战了。那明显这个影片呢是用 AI 做出来的，就讲孙武丕出现之后，江汉战就要上吊自杀了。那还不至于这么夸张，而且我觉得如果真的孙武丕出现的话，淘汰的也不会是江汉战优先了。我们一般会淘汰自己的野战统帅呢，是根据报告来做推测的。那其实孙武丕的出现也就预示着步兵已经走入了完全重击伤害的时代了，因为步兵也算是第一批进入改革的统帅吧，因为从原本的技能伤害慢慢变成重击伤害、连击伤害跟真实伤害，甚至真实伤害都还没有搞清楚。所以你问我孙武丕出现之后对于哪一个统帅威胁性最大呢？其实是 CP 跟朗纳尔这两个统帅影响是最大的。我知道现在还是有不少玩家在使用 CP 朗纳尔这个组合，但是我还是那句，我很早就说过了， CP 朗纳尔是已经用不了了，他们的报告是已经很糟糕了的，不知道为什么还是有玩家在继续使用。因为之后的搭配的话只会存在3个重击伤害统帅是肯定要去培养的，就包括孙武丕、白起还有刘彻，这3个都是固定的。而且你们有发现到一个问题吗？这3个统帅都是中国统帅。我当然的也是会有一些玩家跟我一样，就是很早就已经把 CP 跟朗纳尔已经淘汰掉了，所以对你们来讲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影响，只是在刘彻跟白起之间选择的副将需要去调整了。像之前就有不少玩家他们是使用刘彻可能搭配亚历山大，又或者是用刘彻搭配腓力，又或者是近期新的搭配呢就是拿来搭配赫克托尔。其实我自己本人也是用过了刘彻搭配赫克托尔，表现还可以接受，还算是不错的。但在之前都有不少玩家讲他们不打算要去培养赫克托尔嘛，因为有更好的选择。赫克托尔虽然是可以搭配很多的兵种，甚至是可以拿来驻防使用，但是也不是玩家优先会觉醒的统帅。所以当你现在如果拥有很多的金头可以去培养新的步兵统帅的话，你就直接去培养孙武就可以了。那以目前来看呢，现在说最适合搭配的就是用孙武搭配白起，他们是用模拟区去测试啦，但我还是比较相信实战啊，这个还不确定它搭配起来会不会比较好。还有另外一个搭配组合我想测试的就是搭配刘彻。至于关于华莱士他的第一技能呢，这边不是有说到攻击自身的部队最多3支地方部队造成1次重击伤害吗？就有玩家问到会不会有可能孙武他这个技能真实伤害可以沿用到像华莱士的技能，打他的部队也是会受到这样子的伤害，就是两个部队这样子传下去就有更加多的伤害这样子。那其实这个是不生效的，这个我去问过客服了。说完步兵方面的事情呢，接下来我们要说一下骑兵方面的事情。其实我觉得对于江汉战来讲影响真的不会太大啦，因为就算孙武出来之后，难道说你讲要马上必要用到江汉战吗？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啊。而且江汉战跟孙武的定位也是有点不太一样啊，孙武就比较偏向于输出的部分，江汉战比较偏向于辅助的部分，这个我在之前就有讲过了。主要是它的那个回血效果真的是不错，真的是很好，你打架的时候可以几乎不回去换部队，又或者是你可以看到江汉战这个部队的血量降低是非常慢的。相比起来，反而现在霍去病的报告就没有这么好了，而且之后也有很大可能会把技能伤害统帅给移除掉，就很像步兵这样子，是完全进入了重击伤害的时代，已经淘汰了技能伤害的步兵统帅。所以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的反而是霍去病跟贞德可能会不复存在这个概念。我当然的也是要看玩家用什么兵种比较多，像我是完全骑兵的玩家，其实我反而霍去病的报告是最好的。但如果你是使用混兵的玩家，你会很明显发现到霍去病的报告是比起江汉战的部队还要更糟糕的。那有些玩家他们是使用阿卡六斯搭配亚瑟，但是你会发现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搭配组合其实融化的很快。所以如果你要讲求平均的话，就是要有辅助回血再搭配输出的情况下，就是用江汉战搭配阿卡六斯是目前表现最好的。并且如果之后推出连击伤害统帅的话，也有很大可能是拿来
搭配这3个连击伤害的统帅。因为以目前来看呢，有连击伤害的统帅呢就只有那几个而已。那我们加上用于集结的统帅好了，就1个、2个、3个、4个、5个。那野战的话就只有3个统帅而已。那大卫我们就不计算在内啊，因为大卫他还是定位在驻防比较多，所以之后官方设计了新的连击统帅加入进来，也是会搭配他们这3个使用啊。除非是说官方设计的新骑兵统帅能够集结，也可以拿来野战使用，才有可能取代江汉战的位置。又或者他们在设计新的技能伤害骑兵统帅的话，才可能取代江汉战。但以目前来看的话，就不太大可能了。所以总结就是，江汉战不管孙武丕有没有出现都好，它至少都是可以用到下一次推出骑兵统帅为止。那估计下一个新的骑兵统帅出现的时间呢，应该是在今年年尾，就大概11、12月左右，所以还是有一段时间的。那如果统帅置换的话，你们也不要急着去把江汉战给置换掉，你们可以换一些别的。那其实像孔雀的话，它有一些技能，其实我们在驻地或者是助阵技能中是会有用到的。我是觉得说，你们反而可以拿去重置5天星选啊，如果你有的话，又或者你们可以考虑拿去重置一些领袖统帅。像我在领袖统帅投资比较多的就是图拉真啊，还有这个本多忠胜。但是图拉真其实有一些技能偶尔还是会用到啊，就是在助阵技能的时候，反而本多忠胜就比较多技能是没有什么用到的比较少啦。而且我本多忠胜投入的金头呢就568颗，所以你们在思考着要拿哪一些统帅去重置的时候，先想清楚哪一些统帅你会用到，哪一些不会用到。不是说现在的野战集结跟驻防而已，而是考虑到更加多的层面，驻地任务还有助阵技能。还一点关于讲到领袖统帅嘛，我是觉得说孙武丕出现之后先淘汰的肯定是腓力二世这个我在好几个版本之前就已经跟大家讲了，腓力二世在新版的水晶科技改版之后已经是力不从心了，所以严格来讲是孙武丕出现之后腓力二世就拜拜了，还有亚历山大就要拜拜了。为什么会顺便讲到亚历山大？因为在刚刚我就跟大家讲过嘛，我有试过用赫克托尔来搭配刘彻，其实他的表现是比起我用刘彻搭配亚历山大还要来得更好的。所以亚历山大其实也算是默认的慢慢已经退出了这个步兵的搭配里面，只是有些玩家他们依旧还是想要保留低成本的开销去使用步兵的搭配嘛。但如果你是有追求的话，其实你应该要把它给替换掉了。所以理想的状态下呢，可能就是孙武搭配白起，然后刘彻搭配赫克托尔。如果你不要赫克托尔的话，你之前可能已经觉醒了华莱士，有可能就是刘彻华莱士或白起华莱士，孙武华莱士，孙武刘彻白起华莱士，这样子去搭配组合。那当然的，等孙武丕出现之后呢，我也会拿去实战测试，看他的表现怎么样，然后也是会测试其他的步兵跟他的搭配组合效果怎么样啦。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内容，至于各位对于今天的影片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